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立冬后，白菜和蘑菇是绝配。冬天的白菜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好吃的时候。俗话说，白菜不如白菜，可想而知白菜的营养价值有多高。蘑菇也叫平菇，是冬季大量上市的季节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蘑菇。今天分享个白菜和蘑菇非常好吃的做法，不炒也不炖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颗白菜和一斤蘑菇。我们先把蘑菇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白菜。用刀把白菜的根部切下来，不要了。再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分开，全部掰下来后，把白菜叶子放入清水中，给它清洗一下。特别是白菜帮这里有一层又滑又黏的膜，这是白菜在生长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脏东西，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先用刀给它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。再改刀切成白菜丁，同样也是切得碎一些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大盆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，腌除多余的水分。接着再准备小把粉丝，把它倒入大碗中，倒上的开水没过粉丝，把粉丝烫一下。接着再来处理蘑菇，用剪刀把根部这里黑色的这部分剪掉，不要了，因为这里特别脏，非常难清洗干净。剪好后，再把蘑菇一朵一朵的分开，如果有太小朵的可以不要了，因为难清洗干净。全部分开后放到菜篮子里边，接下来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加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溶解，然后把蘑菇放入盐水中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给它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再来好好的清洗，把蘑菇清洗干净，特别是蘑菇根部或者是蘑菇柄这里一定要清洗干净了，用手好好的搓洗一下。清洗一遍之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到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。接着准备一个大碗，取一朵蘑菇，把蘑菇撕碎，也不用撕得太碎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撕好的蘑菇直接放入大碗中，全部撕好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来和一个面，大碗中倒入100克玉米面，再用100毫升的开水来烫一下玉米面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。玉米面用开水烫一下，口感会更加细腻。搅拌成这种颗粒状，没有干面粉就可以。再打入2个鸡蛋，再加入4颗酵母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，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给它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把蘑菇倒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去一下草酸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烧开后就可以关火了。再用6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入凉水中过凉，先给它放一旁放凉备用。接着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。准备一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切好后装入盘中。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装入盘中。把泡好的粉丝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给它切成小段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随便切上几刀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再准备5块钱的猪肉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剁成肉末。如果想偷懒的朋友，也可以用绞肉机绞成肉末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蘑菇也泡得差不多了，已经完全放凉了。再把蘑菇控水捞出，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，把蘑菇放进纱布里，用纱布把蘑菇包起来，用力挤干蘑菇的水分，
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蘑菇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手抓散开，然后用刀给它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随便切几刀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到大碗中。现在我们的白菜腌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，白菜也变软了许多。再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，把白菜放进纱布里，用纱布把白菜包起来，用力挤干白菜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白菜放到蘑菇的碗中，用手抓散开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油，油热后把肉末放入锅中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翻炒至肉末变色。肉末炒变色以后，加入葱姜末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，加入一勺豆瓣酱或者是黄豆酱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后，把胡萝卜丁放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翻炒至胡萝卜丁断生。胡萝卜丁炒断生以后，再把粉丝放入锅中，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炒匀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勺生抽，加点点老抽上色，加勺蚝油，加勺食盐，加上的胡椒粉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酱香味。炒香后就可以关火了，再把它盛出来，倒入蘑菇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像这样我们的蘑菇白菜馅就调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。面板上多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直接放到面板上，在表面再撒上一些干面粉，等一下揉的时候就不会扎手了。再给它好好揉一揉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才会松软。气孔排干净后，再把面团整理一下，给它整理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再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全部搓好后，然后再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30克左右。切好之后取一个面剂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整理成小面团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了，把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给它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饺子皮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再放上刚调好的蘑菇白菜馅，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口，非常的简单，两边对折过来收拢，把封口处捏紧实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的生胚。全部做好后，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再把做好的包子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像这样转着圈的摆放。全部放好后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个面水，碗中放了2勺面粉，加2勺淀粉，再加入250毫升的清水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搅拌成无颗粒状的面糊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再加2勺食用油，继续用勺子搅拌一下，搅匀后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包子生胚也2次发酵好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像这样就2次发酵好了。再开中小火，先给它煎2分钟，把底部煎至金黄。2分钟后我们取一个看看，底部已经煎至金黄了。然后再倒入刚调好的面水，没过包子生胚的2/3处就可以。再盖上盖子，用中小火焖煮5分钟，把汤汁焖干。5分钟后，听到锅里发出滋滋滋的声音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看一下汤汁还没有完全收干，就这样开盖给它烙2分钟，直到把锅里的汤汁收干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加酥脆。2分钟后我们来看看，
看一下底部已经没有水分了，晃动一下锅，不会粘连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出锅，倒扣在盘中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白菜蘑菇馅玉米面水煎包就做好了，底部金黄酥脆，上面暄软咸香，非常好吃。用这个方法调出来的馅料一点不比包子店卖的差。我们取一个看一下底部非常的酥脆，上层非常松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掰开看，里面满满的都是馅料，咸香味美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